大家好，欢迎参加这次藏品的相遇讲座。我是 M 家教学及传师组的助理策展人 M。这个活动的缘起是因为加拿大建筑中心的构思了一系列名为 “How to Disturb the Public” 如何干扰大众的活动，希望透过不常见的活动形式，重新想象公众活动的不同可能性。CCA 挑战不同的博物馆去实践这个系列中的活动，而我们决定实行当中名为藏品的相遇这个活动。活动的做法是在 M 家的藏品中选2件好像不相关的作品，然后邀请 M 家的策展人去谈论2件作品之间的联系。今天我们邀请了M 家西科资深策展人皮利，还有副策展人 Isabella 来。他们的挑战就是跟我们介绍在 M 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中2件分别是最早期跟最近期的作品，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会有答问的环节。如果你有关于作品的任何问题，可以在右边的聊天室输入，我们将会在最后回应大家的提问。现在时间交给皮利。嗨，大家好，我是 M+ 的西客资深策展人皮利，然后我主要负责的是视觉艺术和香港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香港、中国大陆、台湾。然后这个项目对于我们策展人来说很挑战，因为他说藏品的相遇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反藏品的，因为我们策展人老要找到藏品之间很一样的关系，但这个项目是要找到藏品之间不一样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这个张伟的作品，这个1974年的一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对，在讲到张伟这个作品之前，我想介绍一下 M 家的这个西客的藏品和 M 家的中国艺术藏品之间的关系。所以 M+ 我明年就会对所有的公众开放。我们 M+ 开放的时候，我们大概有7000多件藏品在 M+ 的 collection 里边。那么其中有一半是和中国有关系的，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艺术家，也包括海外华人的艺术家，所以有一半的藏品中有关系。那么我们想讲的里面一半呢，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Dr. Uli Zig 以前的瑞士驻华大使捐赠给我们的1510件藏品。这个藏品基本上涵盖了中国艺术从1972年到2012年的这些艺术的发展，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今天说是教科书级别的藏品，包括方力钧、张小刚、什么张培丽，当时的东村的艺术这些行为，所以这个藏品上，在1972年到2012年，我们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中国艺术发展最关键的这个时刻的作品。那么12年之后，我们加入 M+ 之后，我们一直也在想让这个藏品变得更丰富，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在更多的丰富当时西客藏品收藏了，但是需要更圆满、更完满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2012年以后这些新艺术家的藏品。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黄永平的爬行物参加大地魔术师的展览，陈真这个圆桌是参加联合国的展览，包括吴山专1985年非常重要的行为艺术的作品。我们也包括像沈星、谢乃星，后来在2010年以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所以这1分钟，尽管在 M+ 开幕以前，我也很负责任的说 ，M+ 的中国艺术的收藏会是全世界，甚至是 whole universe 整个宇宙说来最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幻灯片。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收藏的时候，我想谈到第一件作品，我会跟我们的副策展人 Isabella 来谈这个问题。这是1974年的一件作品，这个时间距离今天差不多是46年以前了。中国的艺术家张伟
画的一件作品。他画了一张秋天的北京的郊外的风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张风景，是在画面上面1/3的地方画出了北京秋天黄黄的树，然后一个 S 型的路线，这个路伸到这个地方，然后整个画面是灰灰的颜色，完全没有人，唯一显示出人可能来过的地方是一个红黄相间的一个交通牌的标志。这张作品叫红站牌，实际上是表现了一个没有人的北京的1974年的郊外的风景。这件作品我们今天看来很不起眼呢，就是一个艺术家画的一个小小的风景。但如果我们想看1974年艺术家在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些图像。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幻灯。所以1974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艺术作品是这个孙国奇、张洪赞当时全国美展中叫引来银河水，他们画的是一些很兴奋的这种工人和农民劳动的场面。整个画面跟张伟在一个黄金分割率上画出地平线和树的不一样，它在一个非常激昂的在左边1/3的一个视觉的焦点上，一些人在往外面在奔跑，然后他们红色的衣服，蓝色的一个像一个放射线的形状，每个人都显得很激动。这个激动的情绪和张伟的情分刚刚是相反的。所以张伟当时属于一帮在文革的时候家庭受到迫害，然后回到城市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父母，所以他们唯一的交流就是我们这一帮人在一起画画。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张画，他们当时一帮人出去画写生。但是当时即使画油画，在中国看来是一个 censorship， 是一个很禁止的一个场面，所以他们的这种油画盒很小，一个特别小，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A4 纸一半 A4 size 一半的一个小画面，把一张小画放进去，有人来检查他们，他们很快把这个油画盒给关上，然后躲到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来画这一张画。所以我觉得这张作品对我来看是中国艺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开始。你看起来很平淡、很安静、很伤感，但它里面孕育了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一种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开始强调，我一个人，一个 individual， 一个个体，我有没有机会表达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就像孙国奇、张洪赞，当大家都很热情、很 happy、很积极向上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表达我的忧伤和伤感？我觉得这个是当艺术家开始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开启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所以这是我今天挑出来跟 Isabella 对话的一件作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伟当时的作品，他们当时画了很多的风景，画了很多从室内看到室外的风景。当文革结束之后，他们开始看到海外的展览，他们开始尝试更多的很 radical、很激进的一些抽象作品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当我们看到这些很积极、很 radical 的风格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那么很 humble、很卑微的开始。所以这些作品来说，有很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下面交给 Isabella，right？ 大家好，我是 Isabella。我今天用我很普通的普通话，跟你们介绍这个的作品。所以我今天介绍的作品是在纽约工作的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苗英，他在2016年创作的作品叫做《困难的 Jeff》。这个作品呢，就是有6块屏幕，它们围绕在中间一个很大的屏幕来组成的。这6块的屏幕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名人啊，有一些的流行偶像啊，还有一些动物，他们在拍掌、鼓掌的一些 GIF。然后这些 GIF 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见到，就是在已经
已经允许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就是像我们的WeChat 啊，这些社交平台上，我们平常用来交流对话的时候使用的。然后在中间那个屏幕显示一个永远没办法载入的毛泽东的GIF， 它一直刻在那个屏幕的上面，就是你永远看不到它整个肖像。所以呢，苗印这个作品呢，就是凸现的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面的现状。它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环境，有一个 firewall 来那个屏蔽一些有害啊，或者是有政治敏感的一些资讯。从毛泽东的肖像不能够成功的载入啊，我们见到这个作品就是悄悄的反映在中国的网络上面有一个自我审查的一个机制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苗颖把这些网络上的一些符号视觉体验，把它们拼凑一起做一个新的作品。他就是把这些一些我们现在平常接触的一些视觉文化的东西，就是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所以呢，下个 next slide please。其实苗颖的创作除了这一个作品之外，他的其他的创作一直是围绕在那个互联网上面，还有我们现实之间生活的一些思考。虽然他 physically 可能住在 New York 啊，可能住在那个上海啊，可是对他来说，那个互联网还有我们的手机来形容他的居住的地方才是更适合的。所以他之前的作品，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跨落镜啊，鸟飞绝这个作品呢，他这个作品就是已经被查封的网站上面的网站不可用的一个页面上面艺术家他叠加了一些中国的诗歌，一些俗套的口号，把这个作品就是变成一个好像一个网络的情诗。另外的一个作品就是健康的剧，我们见到苗英他挪用成龙的一个洗发水广告，还有把那个 Google 官方的频道，还有 YouTube 视频的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有趣的是，就是中国内我们也没有 Google， 也没有那个 YouTube， 可是也不能够阻止那些来自内地的网文，就是去看那个 Google， 也去看那个 YouTube，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比较近期他的作品也有一些网络的作品，就是我们见到这个硬核治疗排毒 Hardcore Digital Detox， 它是一个新的网络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提供一种我们怎么样去提供一种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只是浏览这个网站的观众可以有一个建议给我们去怎么样去远离这个数码世界上，可以在这个数码世界上可以有一个隐居的地方，有一些建议。所以呢，下一个 slide please。其实，在 M 家的产品之中，在不同年代的也有不同的艺术家，他们也关注媒体的一些作品。所以从最早期的张培丽老师，他在1991年做的一个辞海水的路上，当时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电视开始补习，然后张培丽把当时非常著名的新闻播报员那个邢子斌他不停在那个电视机前面重复朗读出现在《辞海》这一本字典上面用水开头的一些词语的定义，用这个透过用这个非常单调、非常无聊的一个作品，其实艺术家张培丽老师是尝试去探讨一些重复还有操控的一些问题。到了2000年
左右的时候，另外的一个艺术家曹飞，他受到那个互联网的出现还有普及的启发。他创作了中国艺术的第一个互联网的作品《人们存在》。这个作品就是浓缩了在经济改革的下面我们当代城市的一个特征。然后建构了一个完全的虚拟的城市，然后这个作品也允许在现实生活的一些艺术收藏家，他们在这个虚拟的城市里面购买一些生存的道具啊，也可以买房子啊，这是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在80后出生的艺术家林科，他把自己电脑桌面上面屏幕截图，然后变成一个作品。我们看到他的 wallpaper 里面有一个客厅，也有3张沙发，还有电视机，上面也有一些覆盖各种的电脑的资料夹，还有档案。这个作品就是一个窗口，让我们知道好像一个窗口，看到我们现在人类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写照活动也在网上面进行的。对于林科还有苗印他们这一代艺术家来说，这个是比较符合，还有更反映他们现在的真实的生活行为活动。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苗印的作品，它背后的一些想法。谢谢。从我的角度来说，策展人受到了我们的教育策展人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策展人是要来强调不同的作品之间很一样的地方，所以整个这个 how do they meet 他们怎么相遇，是强调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跟Isabella说，这个作品我们太不一样了。我这个作品特别的小，我们才有17厘米乘以24厘米，是一个 half size of the A4 size。我们特别小，你那个作品特别大。对啊，在苗印的 K 就是完全的相反。我们可以从张老师的很小的。我们从苗印到张老师，我们看到是一个中国艺术的一个从很传统的绘画到录像这个媒体的作品的一个延续下去的一个trajectory。然后苗印的作品就是跟张老师的很不同，他的作品的色彩啊，还有构图啊，非常的丰富，跟张老师的作品年代很不一样。可是苗印他的作品就是手楼网络上面，还有我们一些电脑图案啊、文字方块啊，这些东西作为他的艺术创作的语言。他把一些很土啊，我们现在看来很土很素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变成放到他的作品里面，让这些东西就是变成另外的一种艺术的美。所以跟我们现在一般大众去想的这个高雅文化、高雅艺术的意识期望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苗印跟张伟他们好像是提出一般对艺术审美的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啊。对啊，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最有意思，就张伟的作品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苗印作品里面有很多人，还有猫猫，还有狗狗，我觉得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一个two dimensional 的绘画到一个 moving image 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情绪也不一样，好像张伟特别在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让苗印永远在找一个人特别多、很热闹、有 visual culture、有这种 subculture 的地方。苗印跟张伟一样，就是虽然他好像很多人很高兴呢，他们好像在 celebrate， 可是他的Jeff 他的作品有一种很空洞的感觉啊，你不觉得吗？对啊，我觉得是，就他的作品就是我们说那个互联网上 celebrate 的鼓掌的表情，你觉得 OK，we are happy， 我们很开心，实际上是有时候是一个没有情感的表情，就是我被迫很开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情感是很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伟跟苗颖又是很一样。我觉得张伟作品你看到一种很孤独、很 challenge 那个时代的群众运动的一个思路，但苗颖的这个作品也有这种感觉，就大家很开心，他在背后思考这个很开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很相像。对，我觉得苗颖就是在一方面，他可能他的作品可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沟通啊，有那个互联网啊，有那个社交平台，好像我们沟通很容易啊，那个物联网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啊，很 infinite 那个空间。可是我们见到它的空洞，就是好像有一种的阻碍，就是有一些东西也是要审查，有一个限制的那个自由的表达，也是好像不是完全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好像就是就是跟张伟的年代一样，虽然他现在在2000年，张伟在70年代，可是他们也感觉到现在他们面前也有一道很高的高墙，他们想要跨过这个限制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苗颖跟我带给我的想法，跟张伟老师他们年代虽然不同，可是他们也有一种愿望去maneuver，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空间，在有限的空间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哦。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可能很多 M Plus 的听众是国外的听众或者是香港的听众，他们不了解，就当年在张伟这个年代，他们72年他们69年就被发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去劳动，然后72年回到北京，所以他们也没有工作等等之类。然后这帮人他们也没有家人，家人全都走了，被发配到更远的乡村，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亲情的唯一的交流就是可以在一起画画。我每次去采访张伟的时候都觉得很感动。然后他们在一起画最早的时候就是 in the closet，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social distancing，就是这个社交的距离，在家里面画画，不能到外面去。所以72年、73年，他们画了很多在家里边，你画我的 portrait，你画我的肖像，我画你的肖像。所以到73年、74年，政治环境稍微好一点，他们突然要冒险到外面去画画。但是我说冒险这个词特别准，就是说他们当时拿这些油画颜料去画画，没有单位批准你画画 illegal，没有人说你这画的风格一点都不漂亮，也是很非法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当时这一帮些人约着去北戴河什么地方去画画，我觉得是很勇敢的。他们想画一个自己喜欢的，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画画，然后这画在当时会是被禁止掉，会被 challenge 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作品里面涉及到的 censorship 审查和被审查的关系，和苗颖的作品是特别像。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张伟的作品里面显示出一种很 elite、很精英的，就是我有一个很美好的世界，我有一个很 literary 的一个很美好的未来。但苗颖是他没有这种很精英、很 elite 的概念。他说，就是最普通的人喜欢什么？喜欢猫，喜欢鼓掌，我就去喜欢他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到40年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们追求一个更大的、没有限制、没有墙的、没有 censorship 的空间的这个愿望是完全一样的。嗯，对。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要开放问题给观众了？对，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希望大家现在对这两件作品都有更多的想象。所以现在是问答的时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右边的聊天室输入。所以我已经有一堆问题在这里。我看到很多的，很多。所以可能先问这个吧，因为你们刚刚也有谈很多，就是两个艺术家都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有一位观众就问说，
在两件作品中，艺术家受到的限制都是由外在因素做成，可否说限制启发了这些艺术家呢？我觉得限制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 limitation。然后我们在香港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国安法等等之类的，但我们觉得就在一个你在这个限制里面有不同的 layer，to be polite， 你很礼貌，然后到你这个 censorship， 真有很多的不同的层次。我可以在一个酒会上说，让大家不要说到让大家不开心的话，跟我要说一个让大家有很政治敏感的话，这有很多的 layer。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出这50年的作品，从张伟到苗颖，这个限制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没有限制的言论表达的自由。所以艺术家永远是在一个限制的空间里边来表达他最想表达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How do they meet？ 这两个人如何能相见？我们可以看到张伟的作品和苗颖作品完全不一样，从尺寸到 media 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也要表明的说，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有一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如何说出一些超越这个限制的话。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艺术最 fascinating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所有的规定都在那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超越它，我们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艺术很像一个戴着手铐的舞蹈，这个手铐让你永远不能跳不能动，但是艺术家永远说我要做一些能够 go beyond， 所以这是 something I feel 快乐，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对，每一个创作，不论在创作还是在我们生活之上，就是有不同的限制，是年龄的问题，还是就是空间的问题。其实，在艺术家来说，也是限制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是限制。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限制，很有 creative 的方法去回应它，然后不是避开它。然后去做这些东西，对啊。谢谢两位。我们可以再多回答1到2条问题。其实我看到很多观众对苗颖都很有兴趣，然后有一位就问，就是他说，就是观众可以跟苗颖的作品互动吗？然后苗颖有没有就是想观众用某一种方式去进入他的作品？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作品放在那个画廊里面，会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困难的 Jeff， 它只是一个在屏幕上面就是一个 moving image 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作品不能够直接跟观众互动。可是苗颖其实也有其他的作品，它就是那个Hardcore Digital Detail 在我们M+ 伟乐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它我们的观众可以去那个网站，就是跟那个作品有一些活动，我想这个就是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观众可以去感受那个苗颖的作品，所以可是跟困难的 Jeff 不同的是，就是 Hardcore Digital Detail 它这一个比较新的作品，就是就是跟 originally 就是从那个 Internet 产生出来的一个数码作品，所以它在那个所以他的欣赏的方法就是在那个互联网上面那个 contest 就是在生存的，对啊。我们还有2分钟，对吗？其实现在已经过时，可是我们可以再回答最后1条问题吧。对，这个就是这个。他说2件作品的那种空洞的感觉，好像非常对应现在 COVID 的这个状况。
你认为疫情过后，艺术家的创作手法跟题材会改变吗 Isabella, go ahead if you want. 我觉得，COVID 不一定直接改变那个艺术家的创作，因为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受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的。可是我觉得 COVID 可能是一种 trigger， 艺术家从另外的一个方法去可能再多想一些从媒体创作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除了媒体，除了那个绘画啊，还有传统的雕塑啊，在21世纪，我们生活啊，就是艺术家借助的现实，也有跟我们互联网啊，还有跟那个Internet culture 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觉得COVID 不一定就是直接就是影响艺术家创作另外的一种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想想另外的一个互联网那个可能性吧，我觉得。对，我觉得伊莎贝尔说的很对，就是 COVID 其实激发了我们很多不同的想象，但今天我们被我们的 Anne， 我们的教育课程逼着我们来想两个很不一样的作品。我觉得从张伟到苗颖，让我们我就发现艺术家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0年，我觉得艺术家永远是要在一个可能的这种范围里边寻找一种 impossible 的事情。所以讲 COVID 也是这个感觉，我们叫 social distance， 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但我觉得这种可能 safe 安全健康，它永远会 trigger， 就是会引导艺术家做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从张伟到苗颖，这个区别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 Okay, COVID is very sad time for us. We lost so many things. We lost so many activities. 我们失去了这么多的东西，但它是不是带来一种更大的艺术的可能？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这个 How do they meet？ 他们可能在这个 COVID 以前 meet， 他们也在这个新冠以后重新再 meet。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永远是要在表达一种可能性之外的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很浪漫、很诗意的事情。谢谢两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相遇。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我们 M+ 产品的资料，可以浏览我们的 M+ Collection Beta。我现在会把那个网址分享出来。然后最后就是9月，我们会有另外一场的产品的相遇讲座，那时候将邀请我们的流动影像策展人为大家介绍更多 M+ 的产品。我们将于Facebook 跟 Instagram 公布相关的资讯。所以谢谢大家，晚安。谢谢，拜拜，Have a good night，拜拜。